恭喜你们挑战成功，我把全香草宴的菜单给你们。本阶段以潮宴为主题，24小时研发一桌不少于8道菜的席面。已经分配好食材，该切配。所以我觉得是优势的。哇，太漂亮了！这个鸡还可以，鸡肉还是比较嫩滑的，蛮好的。第一个那个生蚝啊，我吃不下去。我也不敢吃，炸得太焦了吧？快点！走，上！还剩1分钟，有一点点的来不及。是这个西餐好赶哦，有点扣分吧。品尝时间结束。品尝时间结束，请第一组少年回到备战间。谢谢各位姐姐辛苦了，谢谢。很棒，加油！请第2组少年到灶台准备。加油！120分钟倒计时开始。加油！我们组这次的宴席主打一个武侠风，主要的灵感来源于金庸先生笔下的故事，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些创新要创作的菜品。这次我负责做茶香排骨、松鼠桂鱼和红三剁，玉根负责帮厨，并做一道24桥明月夜。八一主要负责叫花鸡，弟弟是做一个乾隆白菜和面食荷叶馍。其实我是希望，就是我的队友们每个人都能发自己的光，把大家各自的就是优点都拿出来。我前2个阶段其实最拿手的没有怎么展现出来，这次我终于展示了一下我做面食，我做了一个绿色的荷叶馍，在里面加了一些菠菜粉，给它染成绿色，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小创新了。然后你帮我，把红糖，还有那个红枣拿过来。你先帮我去拿材料，拿那个西红柿那些。对 ，OK 够了。帮我把高压锅稍微冲一下，因为我们的时间很紧凑。玉根他会帮我打一些下手，他会帮我准备我其他的菜的配料，但是他做那个我们其中一道大菜24桥明月夜。没错，我首先很感谢他。愿意信任我，然后给我自己去完成一道菜的机会。我之前是完全不敢自己去做菜，这是我学做饭的第2个星期。开头现在只干了一件事情，就是剥虾。过了，有血没？赶紧冲一下。锅铲虾可以啊，对半切切不好。你这着急吗？还好，我的是。那我先去把鱼打完。那我去打呗。我打完了，你先扒虾，多扒几条啊。行，又扒虾。第3阶段就真的是该好好放开手脚去做，争取做出一道让所有人都觉得好吃的菜。我就是24桥明月夜，我的想法就是把第2阶段宴酒的做法和在金庸小说书本里面的那种感觉结合起来。不论怎么样，我觉得认真对待，不拖累自己的队友就可以。这是我第1次做烤鸡，我打开那道菜，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叫花鸡。就你们看了今天这个菜谱有什么想法吗？我对那个叫花鸡特别感兴趣，可以试一下。基本上看过金庸的都知道洪七公叫花鸡，在这个最初的灵感上，我们结合荷叶，结合三黄鸡来改进。第一遍烤呢，我是不包荷叶的，先把它的整面焦黄，都烤成脆的。好了。它是烤第一遍，好香啊！颜色好好，哇，好香啊！我在这儿都闻到了。
然后我再拿那个荷叶烤一烤呢，包荷叶再烤20分钟，这样我们的7公琥珀鸡这道菜就成了。哇，很嫩，就越嚼越香。对，真不错哎。是要调糊锅。这次呢，我们每个人会分到1、2道菜，然后我呢又是队长，所以我就是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吧。我要收汁了，我要收排骨了。你觉得这2条鱼哪条大一点？等一下，右边，右边，确定吗？右边大，现在左边大。第2组制作时间还剩30分钟，就立马做，立马就上，不然真的有点赶了。试试。啊，好漂亮，好漂亮！我把它动起来了。我要开始弄那个小明月啊！你确定可以定型哦？哎，不行啊，会粘住哎，怎么办？这个时候有没有那种纸可以放在下面的？因为它有油。感觉还是托盘比较靠谱哎。上面直接放盘子上，撒点油。喂，蒸锅你们拿了吗？蒸笼可以吗？那个。这个蒸笼要放在蒸锅上，不然你下面用什么装水？弟弟，你忙吗？现在？还行，去拿蒸锅。好，去拿蒸锅。还有盖子啊，盖子是那个有点透明的。行。我们没有时间上菜了，队长。没事，够的。我可能忽略了有时间限制的情况下，在做菜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分配的那么清楚，耽误了一些时间。我觉得可以烤第2遍了，包荷叶吧。直接烤吧，包荷叶，直接烤。开始包荷叶。还是很香的。你现在没事是吗？你把那些我们要用的餐具全部摆在这里，就是我们刚刚买的那些，然后把花拿下去，我们可以前摆盘。那我就给你摆盘。上蒸笼吧。平时蒸多久？蒸8分钟。我差不多可以辅助你炸鱼了。你们先弄你们的，快！我这边我自己来弄吧，看时间不多了。来个人辅助我一下，要帮忙吗？那再拿一个夹子过来，夹下面。我觉得可以，这样可以，其实。第2组制作时间还剩10分钟。好紧张，对。你拿个手套把这个汤端下去。好，来闪开。你的饼好了吗？完美。快摆盘，直接摆盘。我这边有点来不及了。你用这个，这个好的。我需要青豆，不然这道菜出不了了。不行，都没有收汁。这个可以再给点颜色，我觉得再丰富一点。对。第2组制作时间结束，40分钟品尝倒计时开始。姐姐们，来，哦，这是我们的邀请柬，还有菜单。哦，漂亮。我自己做的。哦，我觉得我做一个好的餐馆，细节决定成败。所以说，设计邀请函，邀请13位女侠共同莅临我们酒楼，这个代入感非常强。
所有的姐姐都在里面，大家可以找一找自己是最契合哪个女侠形象的。是不是加了印象分啊？对，这个加分，这个好。这个是我们赠送的2道小前菜。哦，赠送啊！这个就是金庸先生书里面提到的4干果，然后这个是《鹿鼎记》里面所提到的绿豆玫瑰饼，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来，姐姐来，餐前小吃，大家先开开胃。哦，它这个是软的。这个是好吃的，预期又高了，赠品都那么好吃。奶奶这太是了。好，凉菜来了。这个叫乾隆纳百才。还有，如果各位女侠需要服务铃的话，可以尽管叫我。又加分了。那不就是一个穿越100年的一个服务铃？就是整个就是弄成一个，就是武侠世界的一个宴席。对。然后就邀请他们来吃饭。欢迎来到洪湖。就不管他说什么，我们都是以这个角色的这种感觉来回答他。我们就是这个酒楼的那个小二老板、掌柜，对，掌柜的，随时叫我们。那我一停不停的摇的。我看一看有没有坏啊。来了，女侠。他们的情绪价值就是给的非常足，在这里呢，姐姐们都很开心，也很期待他们出来的菜品是怎样的。就是我这个人可能就偏爱情绪价值这一方面，比如我去一个餐厅，对吧？那服务员服务态度很好，就是你心情好了，就这一整天都会开心。姐姐们好，这是第1道热菜，这个是墨叶化骨蕨，它是糖醋小排，但是我们用了普洱茶来煮它。好吃哦，很好的哟。嗨，姐姐们。哇，这个是鸿雁3绝荷叶掌。这个饼是他们自己亲手做的。这个饼就是凉的吗？还是哦，应该是保温没保够，如果是凉的话。好吃是吗？我喜欢吃这个。各位女侠，这个是24桥明月夜。在故事里面呢，这个是黄蓉做给洪七公最擅长的一道菜。哇，这个是豆腐吧？对。我尝一下这个球。它这个菜就我觉得也挺有趣的，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大家丰富的对宴席文化的这种表达。那我上这个呢？直接上。各位姐姐们好，这一道是跃龙门。这个是来自松鼠桂鱼，但是切法变成了糖醋鱼的切法，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更有一个吉祥的寓意，就是跃龙门嘛，希望你们能喜欢。各位女侠，接下来是我们的下一道菜——七公琥珀鸡，给女侠们开一下。哇，好看！它的原身呢，就是洪七公的叫花鸡。这个怎么吃啊？我们应该怎么吃吗？摇铃。来了。鱼也切一下。好了 ，OK 了，鸡也分一下。或者我把你们拿到旁边切，分切完了再拿回来。好嘞。各位女侠，这是我们的汤羹，九阳乌凤养颜汤。好，鸡来喽！给你们片了一部分，如果你们吃完了还需要，我再帮你们片剩下的部分。我昨天最担心这个菜，因为鸡选的很大。它要是处理不好，它有可能会处理不熟。哦。但今天我觉得这个鸡首先品质很好。哦，挺嫩的。鸡应该皮可以皮脆。这个挺好的。它加了料啊！你们看到没有？这鸡里面肚子里还有料。对，
我们是为了增加它鸡肉口感和风味，有干香菇泡水以及洋葱磨成了粉末，再加入一些腊肉丁，让整个鸡在烤制的过程中可以从内而外的让那个香味蒸发出来。那个鸡它的创意是挺好的，很多的这些东西放在里面，这样做出来的菜肴就更加的符合海年人的一个口味。第2组品尝时间还剩10分钟，他们时间还挺充裕的。各位女侠，我们今天确实服务不周，我们店的店员准备了他们的小绝活。上才艺，来上才艺，这可以的，老底子是这样的，边吃饭边看戏。别紧张。鸿福酒楼亮堂堂，今日女侠齐登场。咱们接下来还有许多小惊喜，酒楼名角即将出81热舞，请。哇，酒楼名角。八一，你会唱一点戏吗？哎，弟弟会打快板。那我明天上完菜之后，他们在吃的时候，唱戏的唱戏，快板的快板。福星满堂。好啊，好，情绪价值拉满。不管从我们菜谱、我们的服务铃，包括我们的表演，其实我们是尽量的做加分项，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现在当下最流行就是情绪价值了，对吧？哎，你觉得菜品好吃，价值感又拉满，服务又好，环境又好，那就是多维度的一个优秀。那个，这里面放了什么？我们只吃出来了红豆、绿豆。我还放了一点点炼乳，然后加了牛奶，然后加了少许的蜂蜜，然后有一个玫瑰酱在里面。哦，真的还是不错的。作为赠品，姐姐们很喜欢，可以拿来售卖了啊。品尝时间结束，请第2组少年回到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要打分啦，要打分啦。这不好评价，因为它的情绪价值给到位了。对，情绪价值很高。哎，你要说从菜品评量，我们分分钟能打出来。综合来讲，对，综合一下。请第3组少年到灶台准备。加油！120分钟倒计时开始。OK， 手套。先把波龙蒸了呗。我来，杀。哦，已经差不多了，死的差不多了已经。用力。他就只要通一通就行。拜拜，兄弟。那个，现在你们先做鳗是不是？对，我先做鳗。我感觉这回我这个鳗鱼肯定不会腥的。哎，可以啊，香了，兄弟们。出品肉太碎了，卖相不好。就是当我做完第1条椒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压力真的挺大的。它的鱼肉就没有办法定型，有筷子没有办法一整块的夹起来，我觉得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我认确实有点丑，但你说咋办呀？咱就是做大锅饭出身的，就主打一个味道。这不是借口啊。红烧鳗鱼我尝试了好几次，总结出了这道菜的做法。我重新购买了更高品质的姜鳗，然后加入了柠檬汁调味，丰富口感。最后就是注意火候，才能保持鳗鱼外观的完整。来，下面我取下了。哇，我这个吃起来竟然有点酸酸的口感。酸酸的是什么意思？因为被柠檬泡了，有柠檬的那种。好吃吧？回甘味儿，我觉得是好吃的。
我们下去拆了啊，拆了以后可以拿上来。朋友们，哎，走来。哇，太好了，我这个鸭先整上了，好吗？好。这一轮的主题其实是甜糖浆炒眼，这边有一个鸭是本地麻鸭嘛，所以我其实是用了安徽这边徽菜烧鸭的方法，然后烩了他们这边的笋，做了一道干锅的焖鸭。好香啊！救命！怎么样？那个好香啊，这个。哇塞！无敌吧，兄弟们！我好饿呀！无敌！我的鳗鱼马上好了，这个煮的比昨天要熟一些了。可以可以，我现在把一品羹做了。OK 吧？太牛了！哇，鲜掉了，这鲜爆了，鲜爆了！这个，听我的没错吧？用这个东星斑借味儿，可以的。一借味儿，我感觉这一下呲儿就起来了。第三组制作时间还剩60分钟。前菜的摆盘已经得摆了，正在。你们打了几个鸡蛋呀？这里好多个，4个就够。那个银鱼打蛋重整一份，重新弄。这个蛋太大多了。一会儿炒蛋要不然我来。不用，我来。灿，哎，把银鱼重新弄一份。好。有点粘锅了是吧？不粘锅，不是粘锅的问题，我这个太碎了。不是，也不是碎，它这个加的太快，收热慢，导致它没办法一下子锅气聚起来。行，我给你整啊。我们只出一盘，只要最多4个鸡蛋，不能再多。所以现在这里是几个蛋？4个。现在是4个了，对吧 ？OK， 够。银鱼给你洗一下。下的时候下蛋油温可以高一些，这样蛋就成型。这把没问题了，那刚刚好。刚刚那把炒太多鸡蛋了。第三组制作时间还剩30分钟，还差一个鱼，差一个炒饭，差一个波龙。那我来做豆腐吧。你要空的话，你去做吧。第三组制作时间还剩20分钟。这个东西留着给我炒饭的是吧？这个呢？这不是吧？这个是给你炒饭的用的。你确定？炒饭用的鱼吗？东西不是那个肉，行，可以。你现在就要炒呀？现在就炒啊！你现在炒啥？你先把豆腐弄了呀。不着急，这还有换桌子，还早着嘞。我鲍鱼咬不动，我切点龙虾，快，别急。你去弄凉菜去啊！在找我的那个东西啊！你别急啊，我才知道我在做什么。没事，你主要是看他们收的时候心开始慌了。其实一开始算的时间是够的，但可能现场烧制的时候，要因为做一些细微的调整，有些浪费的时间积少成多在一块儿，你不知不觉中就可能就浪费了20分钟、30分钟，所以导致最后几个菜就有点赶。豆腐可以了 ，OK， 准备出锅呗。第三组制作时间还剩10分钟。第三组制作时间结束，40分钟品尝倒计时开始。来，再换你微笑，你让看吧，微笑。哇，
潜水过呀。各位食客，你们好，欢迎来到钱塘江潮宴，搏击浪尖立潮头。其实各位老师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餐巾摆成了一个船的形状。菜单呢，它这个蓝色的部分，我们用了一个冲浪板的形状。首先呢，为您上的是2道冷菜，潮韵冷盘3拼和熟醉罗氏虾。首先呢，我们的冷菜3拼呢是由一份糖藕，然后我们卤的鸭胗，以及一点萝卜加生姜的一个组合。然后我们的罗氏虾呢是我们黄酒加上梅子酒腌制的。然后希望大家喜欢，谢谢。这个虾蛮用心的，脚都剪过了，看出来了。糯糯的。接下来呢，为您上的第1道主菜是潮头红烧鳗。这个好好看做的耶，哇，摆盘也很好看。这位主厨是小白主厨。我们此时此刻呢，乘风破浪，在这个位置上呢，我们感觉到了一股浓郁的酱汁口味。这道菜呢，我们用了一种加烧的方式，然后它里面先用蒜头把它炸酥，再用白酒和红枣一起炖制它是经过了3、4次的实验才出来的，保证这个形状的完整性。它那个鳗鱼这个酱汁绝对是到位的。就是说，它这个酱汁烧出来之后，你一般人可能都学不会这样做，没有一定的功底，你是做不了这个菜的。这个可以的，吃绝了。这个是当地的口味哈，我们就这么烧的，我家就这么烧的。接下来呢是浪里白条，我们选用了江浙人民最喜欢在蒸蛋中加的这个银鱼。在潮浪中呢，千只鱼跃出水面，像一幅非常欢快的画面。我们在踏浪而行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它的一个整体的氛围。所以呢，这道菜呢叫做浪里白条，也叫银鱼炒蛋。这个土鸡蛋也很香。接下来为您呈现的呢，是由氧气瓶为大家全程操作的一道菜，叫做怒潮焖鸭。这道菜呢，其实它类似家烧口味，但是融合了安徽的一种红烧的方式，在里面加入了大头笋，然后在里面进行了一个融合。所以各位请慢慢品尝，感受此时此刻我们3道主菜在这个浪潮当中的汹涌，让你们在钱塘江内感受它的一个磅礴大气。接下来呢，为您上的是例汤观潮一品羹，里面有蹄膀、鲍鱼、辽参，还有我们炖的鸡汤，以及东星斑里面的鱼骨炖成的鱼汤。哇，这个它的你的用料好良心啊！用的这个小辽参挺好的。品尝过了海上的滋味之后，我们回到岸上，看到了江边在跃起的2条鱼，做成了这道清蒸东星斑滋鱼，它叫双鱼跃潮。哇，这个好看！这个有创意的。筷子放这里了，我都可以来学一学了。这道鱼呢，我们将东星斑和滋鱼片成片，蒸过之后呢，它会自然翻出花样。那因为滋鱼它的油脂呢比东星斑偏的会有一点点的丰厚，所以呢，我们在下面垫了茭白，水八仙当中的一味，用这个野山椒进行了泡制，所以吃起来呢会有辣的感觉。如果接受不了辣的话呢，可以直接蘸上面的吃，也可以一起吃掉它。那第3道呢，就整体来说就是符合我们海宁的特色。3号选手他的菜品确实是做的挺好的，特别是他那个双鱼，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借鉴到我们餐厅去用的。因为我们鱼的话，基本上要么就蒸东星斑，要么就蒸笋壳鱼，就是都是单蒸的。但它2条鱼蒸在一起，然后这种口感拿捏的非常到位，蒸的也比较细，比较嫩。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做的不错。这个真的是可以啊，非常可以。可以直接上菜单了。完全可以啦！我觉得他们也许会做得好，但我没想到会做得这么好。对，真的太好了。接下来呢，为您上的是潮韵蟹粉焖波龙。这明显是澳龙嘛？对，因为我们这个菜单上呢是昨天下午去定制的，然后呢，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的预算充足的情况下，改成了澳龙。我们用了当季的梭子蟹，然后呢用南瓜汤和大闸蟹的膏熬成了这个蟹肉羹。在这个豆腐的基础上，我们添加了海宁当地特色的燕球在周围。
各位请慢慢品尝，勺子给您放这里。哎呀，太贴心了。好，哇，天，压桌菜。这个料足的，有点硬好像。柴了哦。好，那么接下来呢，上一个本次的主食，我们要上一下我们本次的炒饭。对，我们的贤惠男人炒饭。那么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我们4个人其实从第一次录制到现在，一直都是一组。对，一直都是一个组，但是中间可能换过组之类的。但是我们一开始的8个人呢，我们当时取名为贤惠男人组。从一开始30个人嘛。虽然现在有2位已经淘汰了，还有2位在另外一组，但我们4个呢，就是非常想把我们的炒饭再次我们第一轮就是用这个炒饭夺得的第1名。是的，是的。哦，那更加要尝一下了哈。然后今天呢，我们还放了一点龙虾肉和蟹肉，还有东星斑的肉都放在了里面，所以我们就想，营造出这种。虽然可能有很多这些特别高级的海鲜，但是我们也想返璞归真，来一份最简单的炒饭，然后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其实也不普，里面都是龙虾肉和蟹肉还有东星斑的肉都放在了里面。好，请慢用，请慢用，谢谢。太好吃了。炒饭也可以的，它的用料价值也让我看得到，对吧？就是同样的预算之下，我能看得到。对。第3组品尝时间还剩10分钟。最后一道呢是我们的甜点一线炒花生酪，感受潮水平静后我们的那一丝甘甜和美味。香而不腻，挺好的这个菜。这个甜度调的也刚好。对，刚好。就是大家花生羹也吃完了，然后我们呢其实想借一段话，对，就是借用那个蔡澜老师的一段话，他说：“好的食物能带来好心情，而好的心情就是人生当中最大的财富之一。”所以我希望大家品尝完我们的菜肴之后，能得到一个好心情，然后顺利的发财。好了，不打扰各位了，请您慢用。我们的介绍和菜品都全部已经上齐了。好，然后谢谢大家，感谢你们的品尝。辛苦啦，很棒，很棒，真的很棒。就今天，我觉得整体我给我们的表现打分的话，我觉得就是90分以上的一定。团队的默契在越来越好。那这一次我觉得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吧。其实我们没有做太多花里胡哨的东西，这一次我们做的主要就是专业、真诚。你把简单的东西做好了，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的绝活。品尝时间结束，请第3组少年回到备战间。拜拜，谢谢，谢谢，谢谢啦，好吃好吃，谢谢，谢谢。好吃。Hello， 各位姐姐们，我是本次的估价师张子璇，大家好。那现在有请3位总厨对于你们自己这桌宴席做出评估的价格，请写好交给我。不改了，不改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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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本场规则，请听好，请老板们分别为3组不同的宴席进行估价。1到10号的老板依次亮牌，我们将去掉一个最高价和一个最低价，取平均值为该组宴席最终定价。平均值。现在有请10位姐姐可以点评每一组你们喜欢的或者是觉得缺点都可以聊一聊。第一组他们其实很用心在做的，特别那个酱汁调的也很到位，然后功底其实很好的，他们的摆盘颜值也很可以。像我喜欢摄影的话，我也很喜欢这种颜值的。他们在那个场景布置上还是蛮惊艳的，全部是用鲜花布置，氛围感是挺好的。还有他们的菜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道黑松露鸡肉，它那个香味特别好，然后鸡肉特别的湿滑，这道菜我是印象非常深刻。如果我是消费者的话，我肯定还会第2次消费。谢谢。谢谢，谢谢老板。
我提个建议啊，就是你们那个生蚝啊，摆的那个冰上面，你那个冰是这种大块的冰，然后呢放到盘子里，那个生蚝放上去，不咕噜咕噜咕噜打滑的嘛？我觉得应该是把它打成这种碎冰，直接固定在上，这感觉会好一点啊。就是唯一有一个缺点，就是前菜后菜和主菜之间呢配合没那么好，整体吃下来呢会略感油腻。如果你的甜品在最后会有清爽一点，或者加上一份清爽一点的饮品的话呢，整体会再抬高一个档次。谢谢。其实我看了菜单的话，我第一眼我不知道这个菜是什么东西来做的。它的菜单就是让人看不透它的菜的品类，对不对？就是起的名字太诗情画意了。对，是的。因为我们做餐饮的话，上菜你要固定一个位置，一般像我们中餐厅的话是在人的一个右手边啊，你们是左右开弓。你们是左右开弓。还有一个就是时间上的把控，可能前面上菜的时候速度偏慢了一点，我们上来一个菜的时候还要等很久。还有就是西餐跟客人的一个互动上，可能还需要一个加强一下，因为你们本身这个菜品的名字起的让我们已经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了，可以这一块可以加强。从整体的服务感来说，我们因为前期的一些小失误导致时间比较紧，所以说也没有能够让姐姐们彻底理解我们做菜的一个理念，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可惜的一点。如果能向他们阐释的更加清楚一点的话，那我觉得他们也会觉得，这群小伙子还是有一些创新能力的，对。那我们公布一下第一组给自己的价格，评估是6000。哦。因为其实我们大概算了一下成本，然后其实是按照商业逻辑的这个规律去定价的。下面估价的是第一组海宁国潮融合宴诗画钱塘席面，请第一位老板亮牌。3350，哇，3280，3688，3800，3999，3880，是3500左右，都差不多。3200，3368，3298，3588，最后一位老板，你的估价是3800。这次不是那么满意，你知道吗？可能是因为我们住在上海，可能它的消费稍微的偏高了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往高了去思考。最后的话，可能有一些细节方面的一些小的原因，也是怪我没有提醒到，所以说可能最终的感觉让大家可能吃起来会有点反油。接下来是第二组席面估价。第二组上来一开始给到我有3个小惊喜，就是它的这个红色的一个邀请牌，还有每个人的一个服务铃，还有上来赠送的这个绿豆糕。其实给我是眼前一亮的。你们的情绪价值这一块做的非常好，是3组里面情绪价值给到最高的。还有那个鱼呢，就烧鱼的特别漂亮摆盘，大家都说好吃的，就是特别呈现出来的样品特别好看，就是一上来给我们的一个体验感是很强的。过程当中他们一句一个女侠，一句一个姐姐，就是情绪价值确实很到位。你开店的话，情绪价值很重要。菜品上的话，我觉得有几个菜有点淡，特别是那个汤，还有一个糕点稍微有点丑了一点，就是我可能在乎颜值，就比较在乎一点。你们的情绪价值虽然是可以给到我们，但是我觉得美食和餐饮这个东西，它最重要的还是菜的本身的味道。我觉得整体的菜品没有给我太多惊艳东西。那等下我说的可能比较不好听的话，他们前面说你看看这一桌菜，如果说在我店里的话，能付多少钱？
我回复了他一句说，这个是只能作为团餐，就像叫花鸡，你叫花鸡来了个这么大的一个，所以说这个对食材上理解，我觉得还是这上面有待提升的。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没有做过餐饮的，所以说在菜品定位上，从采购开始就已经问题很大，而且从菜品上这个性价比还有待提升。我觉得可能我们的思路并没有那么清晰，就是我们更多的是把它放在了做服务上面，而不是说把它的菜品看起来或者是吃起来更有商业价值。觉得我的原因吧，因为所有人里面做菜经验比较多的就是我了，就是我可能没有把控住这个整个大方向。那第二组自己给自己也打了一个分，第二组自己给自己打的分数是1366，谦虚。就是我其实是觉得可以再高一点，但是我们大家综合的意见是觉得说，按市场价来，并没有说定的特别高，还是比较想走这种比较亲民的路线的感觉，所以我们定价就是没有那么贵。下面估价的是第二组江湖英豪宴的席面。我当时听了大家的价格，我还是蛮紧张的，因为我同时做了好几道菜，我对这个味道摆盘上面我都是就是仓促的完成的，其实我觉得没有我平时自己做的好。有请第一位老板，3900，哇，3680， 3788， 2999。当时我觉得哇，原来我们的菜也是值得的，也是能有那么高的价格的。我觉得我们没有那么差的感觉。3580， 3188， 3299， 3898，哦，3080， 3680， 3880。他们差不多哎，谢谢。接下来是第三组席面估价。然后第三组讨好的地方就是比较适合我们海宁人吧。然后那个鱼，2种鱼，无论是火候也好，时间也好，把握的非常精准。唯一遗憾的是上来的时候鱼肉是凉的。然后，就那个2个大龙虾吧，我再说一下你那2个大龙虾。你既然做到这么2个好的食材，你可以做的再稍微精致一点。你让人家没见龙就吃出这个肉是澳龙的龙肉，那就是非常好的啊。就这个菜真的是大的成本上来的一个菜，但是展现出来的就拉低分数了。我们一上来坐到桌子上的时候，给我们震撼到是什么呢？他那个菜牌放在那个口部上，像一个帆船。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惊艳的，就是体验感也非常好。还有一个，他们对菜的认知，我觉得是非常高，特别是那个姜鳗。其实姜鳗这道菜是很难做的，那他们的酱汁调到鲜甜嫩，非常到位。虽然有些菜上你可能是就像那个燕球，可能没有做的那么到位，但是没有关系，我就觉得你鳗好吃。鱼好吃，还有包括你那个鸭子，其实这是要一定的功底才能做出这样的味道来。对于第三组来说，就是是我评分最高的，也是我吃的最满意的。它的实现度、完成度会更高一些。最重要就是你们的菜品迎合了这个市场，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菜品的性价比，你们这一组都是最高的，而且每一个菜上来介绍的也非常仔细。如果说第2组和第3组能够结合的话，一个是拉美情绪价值，一个是给我们消费者更高的一个性价比和一个很好的一个菜品来磨合的话，一家餐厅就能够完全能够做起来了。第一个建议就是我们的那个龙虾确实没摆好，完全那个澳龙感觉被那个豆腐都淹没了。所以感觉这方面还是可以有改进。我印象最深的是燕球，就是我感觉这是我2期比赛里面翻不过的一座高山。
其实很客观的讲，就是还是没有学到人家的精髓，这条路任重而道远。那我们现在看看第三组自己估的价格是5288。最后一组的估价是水香潮宴席面。我当时其实有点慌的，因为我就想看看我们到时候第一个姐姐会是什么样的价格，因为确实我有点害怕我们拿第2或者第3。有请第一位老板亮牌。4000。4480。4688。4999。4508。4488。4688。4398。4280。最后一个估价是4388。我觉得是高出我们的预算很多吧，估的一个预算是5288，那其实我觉得距离它全场的最高价也就高了288，所以我会觉得是有人可以共鸣的，是有人能够共情这个价格的。看到那个4开头之后，我就心里就那个石头就落下来，很开心，很开心。即将公布3组宴席的平均估价，根据比赛规则，第3名的总厨将直接淘汰。接下来我们就要公布结果。第1名姐姐们的平均定价是4499，我们的第1名是小白组，你们将会全员保留席位。我觉得就很感动吧，因为是兄弟们的努力，我觉得才有了这一桌好菜。然后加油吧，我觉得继续加油。对，比上一次得第1名要更踏实，不是说上一次做的不好，而是说这次是实实在在做的就是很好，是基于我自己非常认可我自己的一个状态。首先从非常这个硬性的时间上，然后这一组是最游刃有余的。我们的游刃有余不仅体现在今天整场的把控、出餐的顺序，还包括我们在备战间所有的准备。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其他组去学习的。从菜品本身，我真的是没想到，因为今天有几道菜是直接可以上菜单的，毫不夸张的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非专业的选手，我觉得在今天真的是给了我惊喜。还要恭喜我们的小白总厨，你会直接进入最后的8名合伙人当中。我就觉得其实现在还远远不到说胜利的时候，我觉得得等把我的兄弟们全部都拉到这个席位了，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可以去高兴庆祝的时候。好，我的第2名的平均定价呢就是3624块。你觉得是张元还是福儿？我不知道。其实是有一点点劣势，因为第一个也是吃亏的，包括说在评分方面参考什么。反正我觉得输了的话，原因一定是在我这一边，因为就是没有发挥好。第2名的就是福尔组。我觉得我是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安慰到我的队友，就是至少宽慰一下大家，包括备菜和比赛整个过程中的一些焦虑吧。又是第2名，我万年老二。
因为我的队员非常的信任我，但是我觉得我这次没有完完全全对得起他们这份信任。我想如果他们有更好的队长带领他们，他们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因为我自己做菜，我对我自己是有信心的，但是可能在这种竞技场的时候，我的把控还是差了一些。我觉得我对自己的能力可能有一点高估。我觉得我们后面出现的意外状况，还有我自己对这个菜品的这个味道的，我觉得拿第2我们已经很幸运了。那首先呢，我们先从就是赛制上，就是整个控时间，其实福2这一组他们把控的也非常好。尤其当你们那些小道具出来了之后，就是从情绪价值这一块儿，包括菜名，然后跟你们拿到的那个赛题特别的契合，这一点是所有的组里面做的最好的，也是给你们加分的。第3名，张悦组，平均定价是3531块。张悦作为总厨，要为结果负责任。到了后面的话，就是我们有预估好这个时间，所以可能有一点点的来不及。后面的话完成的比较的仓促。从张悦的这个主理人的这个身份上，你在最后，你完全就是陷在事务性的具体的工作上了。在最后的时候，时间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大的责任在你。作为为数不多的专业选手出身，我可能放的期待会比较高。我觉得从上一场到这一场的进步，按讲说应该可以更大一点。我其实是对他个人的期待蛮高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最后组队来去经营一个餐厅的话，我还蛮希望里头有一个专业的选手在。但是我说实话啊，就是每一次总会有不尽人意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一个团队你担当主厨的话，你还是要看就是除了技术技巧之外，就是这个人的综合把控跟综合协调能力。这2次他其实都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就是尤其是在时间把控上。好遗憾哦，真的好遗憾，天哪！其实他走了不代表他差，只是这一段时间他选的不好。我一直是这么觉得，就跟孔德贤一样，你说他差吗？他不差，我很欣赏他的人格魅力。也是人生中新的一个经历吧，也认识了很多不同行业的人，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来说的话，更加的重要且珍贵吧。那其实我们还有1位的少年无法进入下一轮的考核，那你们请稍等一下，因为我们要讨论一下，然后给一个公布这个结果。我觉得应该不是我们做的。我会觉得我现在宣布，无法进入下一轮的考核的人是王雨辰。王雨辰。我是没有想到，完全没有想到弟弟会淘汰，因为我觉得弟弟这几天做的特别棒。其实我对这个结果并不是很满意，也非常意外。我是没有想到为什么是他。首先说一下，就这个结果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结果，从第1轮到最后1轮，其实雨辰今天表现特别好，你那个荷叶饼直接是惊到了就是现场的姐姐们，本来大家都以为是一个预制的现买的，没想到是你现做的，但是综合实力有点偏科，所以今天的评定除了现场的发挥，还会有之前所有的综合的累计。其实在一个比赛上，你台前幕后能够展现自己，
也是要适时的去表达一下，就是完全不争不抢，这个其实在比赛当中是比较不利的。像王羽晨，我到今天才对他有一个比较深的印象，通过他做的东西，然后来认识他。其实我觉得能走到现在，真的，我觉得我已经就是很幸运了，就是有很多就是哥哥们都很照顾我，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节目上也学习了很多。最后在这个结尾的地方，我也最后把自己的手艺展现了出来，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就是我很高兴认识大家，我希望大家也会觉得认识我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谢谢。遗憾可能是会被淘汰了吧，对，这算是其中一个。还有遗憾就是没展示出来更多想做的东西吧，还有就是没有和所有人都组过一次队。其实想在这里多认识一些朋友，因为我真的很高兴认识每一个人。好，你想说吗？玉根。就是这一次考核，其实羽晨他完成的非常好，我真的觉得他比我更值得留在这里。他今天发挥的特别好，反正我这样的一个菜品留下来了，就是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首先就是对于你们之间的这种友爱跟珍惜，我也特别的感动。其实，在前2轮的时候，我觉得玉庚在整个团队当中的存在感其实相对也是弱的。这是我学做饭的第2个星期，我只用学会怎么样做泡面啊，什么东西就可以了。但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相对于玉晨而言，会比较早一点，会挑战一些不可能性。如果名额给到你，就一定是对你的肯定；但名额没有给到玉晨，但也并不是对玉晨的不肯定。其实我觉得玉庚没有错，就他不管是做这件事情还是他做菜的事情，他都没有错，因为他在挑战自己，在突破自己，他只是太过敏感了。就是我跟弟弟其实聊过很多上一阶段的那个事情之后，我觉得如果我把这个名额给他，我觉得他也不会开心的。所以我为什么那么难受？当时就是我知道，就是我不能用这种方式对待他。其实我想跟他说声对不起。我对下一个阶段自己的期望就是不拖累自己的队友。因为我总觉得事情往往到最好的时候，可能就要结束了。会觉得自己可能还有一些遗憾吧，可能还没有展示的太全。那恭喜各位的少年们，你们可以进入下一轮的考核。干嘛又来？我感觉我跟克星一样，跟我玩的好的全走，对我好的也都走了。我跟克星一样。我们即将发放下个赛段任务卡。还有任务卡的吗？现在啊。下一轮试炼主题难度升级，你们将迎来真正的市场考验。同时，这可能也将是你们在节目中最后一次当总厨的机会。每个人都有想当总厨的权利，但每一个总厨也都离不开身边的兄弟。最后这个阶段，总厨竞争开放给所有人。你们将拥有自己的发言时段，请在这个时段中用你最真诚的表达讲述。如果你成为总厨，你将会选择谁进入你的备战间，以及具体的原因。什么意思？欢迎我们的助燃兄弟们！大家分为3组，玩一个新的挑战。到这个程度我极限了。来！倒头就睡了啊！
6.6分，6.4分。天哪！别兄弟，别这样，别兄弟，别兄弟，别兄弟！抓船！小鸭子，过来，小鸭子，一个都不能落。尝试才是。为什么不给他们验金膏呀？想给老师们先尝一下我们这个河粉。多香菜，很好吃呀。嗨。